温德，在下赵新民，是汪平氏的同乡。二郎正在见客，请稍后片刻。有劳了。看足校的样子，也是来找汪平氏举荐的。汪平氏，是我等寒门学子的榜样。此次前来，只求汪平氏对我的文章指点一二，不敢奢望科举举荐。滚！枉八哥！望你出身世家，竟做如此之事！滚！不就是个10万里大小的大理寺平氏吗？阿郎，装什么？阿郎，走！茶叶喝完了，还未曾去买。这是学生从家乡带的茶叶，请老师品鉴。几年未见，就沾染上了这种送礼的习气，圣贤书都白读了吗？学生惭愧。先生文章一流，生活却如此简朴，令学生感佩之至。如今日来何事啊？学生自上回落榜后，发奋苦读，今有策问3篇，请先生指正。好啊！文以述志，尤其引证的“志是仁人，无求生以害人，有杀身以成仁”这句，成仁重义，立意高远呀！老师谬赞了。先生，您看看这个。是。刚才老师说的话没听进去吗？死无不同。这是老师的画。你从何处得来的此图啊？偶然所得，不值一提。说来惭愧，前些日子上顿不接下顿，没有办法，就拿此图换了几升米面。学生今日前来，并非赠礼，只为了物归原主。此图意境高远，只有先生这里清雅淡泊，才能配得上。如的文章，意境也应此图，那就由你帮我挂下来吧。惹！赵兄，踩我！这可如何是好？赵兄，请。有劳了。不动！别动！无地不上！聚宝轩的掌柜都已经招了，说你长期把画放在他那里寄卖。如果有人要找关系，高价卖之，
事后你二人再均分。如今人赃俱获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在下一时糊涂，一时糊涂，糊涂。抬起头来！你们当中有谁在府里看见过老鼠？那谁？有没有？老赵，你知道不知道刺史府里的老鼠有多嚣张，有多跋扈，都窜到我跟前儿来了，就差跟我说话了。你们是真没看见，还是假没看见，还是看见了不敢说？我看你们是跟老鼠都一家子了，蛇鼠一窝。哎呦，不敢，不敢，不敢。什么不敢？你们什么不敢？我告诉你，查这件事儿并不难。去，把那林应炉给我锁上来，我要亲自审问。去呀！那林义奴让那个荔枝使给带走了。这荔枝使带林义奴干什么？哎呦，那荔枝使太贪了，跟我咆哮，说这个人爹都要不是血溅五步，气势吓人啊！我也是担心呀，这个给这府沾了晦气，便只好给他了啊。我还故意跟他说，这个林义奴是个哑巴，让他无需防备，这样一来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咱们的掌控之中。哎呦，赵长书，不成啊，这事儿还得查。刺史，将阿米塔前来探望。阿弥塔，姨父，我听下人说你又生气了。嗨，这帮下人不知道天高地厚，我不敲打他们一下，他们真以为我好蒙。你不要老生气，对身体不好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今天怎么有空来看我来了？我是听闻苏亮投了荔枝转运之事，过来和您商议一下。听说他寻了骑手和马匹，准备做荔枝转运的实验。你说，这个荔枝使不会真有点什么本事在身上吧？能有什么屁本事？你让他们耍去。苏亮最喜投机，喜欢以小博大。他要不是算准了此事有利可图，他不会投钱的。这荔枝转运如果真是商机，我绝对不能让他抢了先啊！他正好想借此翻身，威胁我在商会的位置，我必须压他一头。荔枝我要投。安米塔，荔枝这个事情，你不要碰，我是不可能让这个荔枝进到长安去。为何？你想啊，如果这新鲜的荔枝，倘若真的进了长安，圣人吃了以后觉得不错，自然会问
以前为什么不晕？到那个时候，我如何作答呀？还有，岭南这个地方，自古以来就是流放罢黜之地，鸟都不在这儿拉屎。也正因为此，我才可以在这里当个土皇上，逍遥自在。可若这荔枝真的进了长安，那可就不一样了。咱们岭南就会变成一块肥肉，那这个地方就热闹了呀。这次往来的，可都是长安的大人物。我在这儿，充其量就是个馋嘴鸡，偷吃几粒米，而长安来的人，个个都是饕餮。到时候他们不但会抢咱们的米，而且会生吞活剥了咱们。到那个时候，这个岭南呐，就不是你我容身之所，而是葬身之地呀。还是义父想得深远。我光想着抢占商机，没想到这商机背后暗藏杀机。这苏亮未必想不到此啊。他是想打通去长安的商路，胃口还真不小啊。是啊，你觉得他有这个本事吗？荔枝转运耗费特别的大，凭他一个人的能力，他担得下来。还有，安米达，你记住我说的话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做成一件事儿，千难万难；要毁一件事儿，你想想，这李善德要是没有马，会怎么样啊？我知道了。夫君，你还不饿呀？没胃口。要不你喝点糖水？你去吃吧。今日那个老东西啊，似乎是发现我截留灭蜀款的事儿。他抓到证据了？幸好我未雨绸缪，早早把林异奴支出去了，给他来了个釜底抽薪，让他追查不下去。还是夫君聪明，那老东西斗不过你。不人之言，我藏得深着呢，要不怎么当上刺史的？哎呀，他吧，有时候壮如痴傻，蠢如猪，于之议事犹如对牛弹琴；可有时呢，又精明如虎孙。例如今日，管事一将老鼠尽数毒死，他昨夜断不可能看见，但他定说自己看见了。他就想借此机会敲打某一掌书，干的都是管事儿的活儿，我节点流，我心里才平衡啊。他把岭南都谈成他家后花园了，我呢连自己家小花园都没建起来。我堂这刺史府的掌书，我贪点灭蜀款，听着都穷酸。就算他对夫君起了怀疑，他也不敢拿夫君怎么样。若是离了夫君的辅佐，他连个效忠信都写不出。他目不识丁，总归不是装的吧？哎，那倒是真的。海盗出身，能认得自己名字就算不错了。那日白做了家事，结果连效忠信的“孝”字都不会写，还给自己开脸面，让我考考你，让我背出来给他。不学无术到此等地步，某若辞了官，他便知道，刺史府上下全靠某一个人撑着，某没了得散。就是，夫君你这一身才华，在这刺史府都屈才了。大材小用，遇人不淑啊！我每日管老鼠，我一身功力，我用不上1/10。夫君大才，辅佐圣人也就用了一半的功力就够了。若是发全功，
天下都得是你的。盛言，这种实话真敢乱讲。可你当年差点就成了岭南道第一个榜首，就算去了长安，也不会输给那些官人。当初若不是我阿爷阻止你去长安，你必然早就功成名就了。某啊，与夫人相比，功名如粪土一般。为夫人留下，我从未后悔。每每与夫人促膝长谈，我的心情都好了很多。那老鼠的事儿，是不是算了了？了了。哎呀，亏了那个荔枝使适时出现啊！我给他使了一招祸水东引啊！我笑，他非要带林一奴走，哎，把祸都引到他身上了，谁叫他倒霉呢？哎呀，夫人，早晚有一天，我把那月亮给你摘下来。我想要个大房子。这些年，阿米塔以湖商商会行首的身份帮何有光运作生意，手中定是握有不少何有光贪污的罪证。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离间阿米塔和何有光的关系。起金楼大火之后，何有光是最大获利者。利大者宜，如果真的和我们猜测的一样，海虎的死跟何有光有关，那阿米塔他这些年来感恩戴德的义父是自己的杀父仇人，定会跟何有光决裂。我们便可以策反阿米塔，得到何有光全部的罪证。我可以接近他，但是我需要一个说辞。我跟何有光说过，我是来云游四海，不插手他的事务。这怎么能让他不怀疑我呢？一个男人接近一个女人，或许不需要什么说辞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男女之事，只是逢场作戏罢了。在长安酒宴上，这种伎俩你应该也见多了，该是你大展身手的时候了。不是，我是怕阿米塔到最后沦陷得太深。真的，你别笑，我落下一个负心汉的罪名也没关系，我只是觉得对他不公平。那你是小看阿米塔了。你是小看我了。是，我承认你魅力很足，也够聪明，遇事也懂变通。可阿米塔这姑娘心思缜密，手段毒辣，不会轻易将真心交给别人。我觉得这件事你正合适。只是逢场作戏的功夫已经荒废了些日子，我担心。怎么？你如此推脱，难不成在岭南有了心上人，不便行事？我接了。这几日何有光会在城西的马场，听说阿米塔也会在那里帮忙挑选骏马，你大可以趁此机会与他结识。草鞋，草鞋，马鞋，草鞋，马鞋。哎，您来一双草鞋，多少钱？一个铜板。一个铜板。来，勾。这鞋呀，好穿又舒适。给我买的。赶紧的。哎，合适你去试试。合适合适。谢谢季老。一文钱。哎，一个铜板。生意好不好，老板？哎，还行还行。嘿。这是什么？烤竹柳。竹柳。竹柳。两位慢用。这些天我这心情，就像这岭南的山一样，起起伏伏，一会儿都不得清闲。
当初马桂云被烧死了，我还恨老天爷，让自己陷入这乱局当中。现在还好，冥冥当中让我一步一步接近真相。我现在只有一个想法，替我阿爷报仇。老阿翁的仇当报，可这仇压在七郎心上，让七郎失去了往日的风流潇洒，我狗儿心疼。我现在就需要把这假凤求凰的任务给办成了。七郎虽在长安混迹9局，却从未过过情关，怎么懂得如何哄女人啊？你笑起来一点也不好看，我还不懂得哄女人。情关难过，我照过，我只是平时不喜欢沾花惹草、寻花问柳。你再笑我大嘴巴，我抽死你！七郎风流潇洒，妙语连珠，谁家娘子见了都欢喜。我再来个英雄救美。我是不是得迷得神魂颠倒了？抽死你！我一会儿。好看！我跟你说，老郑啊，这整个岭南呀，骑马最好的是俺密特，挑马最好的也是俺密特。我有时候就在想这李善德呀，你说他到哪儿去找马去？我都替他着急呀！我都想好了啊，到时候啊，我送他个背篓，我语重心长地跟他说：“李大使啊，要不然你就背着荔枝回你老家长安吧。”累死他！想找马没有，只能找到驴啊！哎呀，他真是欺负咱们傻呀！啊，嘿，什么叫大智若愚？大智慧就是大傻，真智慧就是真傻。看着越傻，越智慧。你就说我这智慧，他们谁看得懂啊？别人看不穿，只有某心里最清楚。哎，都在脑子里。好。哎呀，桂云兄，何刺史呀！哎呀，赵尚书，桂云兄，打上面下来，我感觉这两个人隐约见过，没想到真是何刺史。巧了，巧了。我这个义女啊，喜欢骑马，我们俩没事儿，到这儿来观赏观赏。桂云兄，这是啊，我想选一匹千里驹玩一玩。哎呦，你这么说，桂云兄这骑术了得呀？哎，不敢说了得。你看，我叫马归云，在长安，我就喜欢骑马，有一个外号，飒骑马，人马合一。我骑废了6匹马。嚯，6匹，厉害了。那说明我们俩今天有眼福啊。待会儿你跟俺米塔跑几圈，比试比试啊。我这儿还有2匹野马，刚刚把喂马的仆从啊踢断了3根肋骨，你得帮着调一调。我是你可以的。不是，那会儿我瘦，现在我……哎呀，再说你看，您这个义女英姿飒爽，骑起马来这么好看，我跟她比，我不合适吧？合适。阿米塔，回来，回来，看看这骑术啊！哎，来，整个岭南骑马最好的，你记住了，我的义女阿米塔。一路归来，就听义父和客人相谈甚欢啊。阿米塔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马归云，马郎君，长安来的，右相身边的红人。马郎君，哎呀，这个小家碧玉常见，大家闺秀有之。今日一见，果然非同凡响。
就像是仙女下凡一样。我在长安就听说过，舞女一花，南阳一霸，岭南一商。我以为是3个人，今日一见，原来是1个人呐。如果李延年见过姑娘，他的嫁人曲一定会改成“南方有佳人”。果然，倾国倾城啊，姑娘。过奖了，早就听义父说右相要派使者来岭南，没想到也是年纪轻轻，风度翩翩啊！哎呦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，风度翩翩谈不上，谈不上。哎呀，姑娘如此夸奖，不如今日七凤阁我设宴，我们再加深一下了解。不巧啊，商会正好有事要忙，不妨改日。那就明日。明日就明日啊，明日好。啊，好，那就恭候姑娘。苏老，这马匹跟骑手帮我雇佣的怎么样？我正要向你禀告此事。阿米塔在马市上动了手脚，高价选马。这个阿米塔，是不是之前抢你香料那笔？就是的。那他为什么要抢马呀？他跟这件事情有什么关系啊？别忘了，阿米塔的义父是何有光。如果你真的把李治运出了岭南，啊，他们父女2人的财源就不会滚滚而来了。您能不能想想办法，向阿米塔那儿买一些骏马去？我与阿米塔情同水火，我去给他赔笑脸，他会把我当成一只去看望母鸡的黄鼠狼，会更加穷凶极恶。这句成语虽然用的不准确，但是简单明了。要不我去吧？圣人恩泽四海，我给圣人办事，他不好推脱吧？好，啊，不过我要给你一个提醒，阿米塔心肠又硬，脑子呢又坏，但是你四肢非常发达，头脑过于简单，你不妨狮子大开口，跟他多要一些骏马，就算数量上被他腰斩，那也能够这一次的转运之用。我说的话，你听懂了吗？可行。几家咬死一个价格，别家商团不可能扛得住。是。行首，我没事儿，你辛苦了。这位唐家贵人找我有事儿。哦，行少吧。啊，我是长安来的荔枝使。我想向行首求购一匹骏马。原来你就是那个荔枝使。你耽误了我不少事儿啊！我还没找你算旧账，你竟然主动找上门来跟我谈生意。之前的事儿多有得罪了，我是给圣人办事情的，好多事情呢我也左右不了，实话实说。所以此次我想向行首公款买130匹骏马，还请相助啊。好一个爱敛财的贪官呐！常言道，天下乌鸦一般黑，你却黑得独领风骚啊！运几颗荔枝要这么多马？我不是贪官，我是算计好的。我设计了4条路线，第1条呢走梅关道，第2条走西京道，这是离京城最近的路线。第3条北上走曹路过长江，第4路呢也是走水路。每一条路线呢都得设计15个转换点儿，那4条路线就需要60个换乘点了。
每个转换点呢都需要马匹、船只跟骑手，所以我需要130匹骏马呀。即便是这样，算上折损，100匹马也够了。你为何张嘴要130匹？这不也算上还价的折损了吗？你这人倒是实在啊！我确实为商会采买了一匹骏马，不过这些马都已经上路运货了，近期回不来岭南，所以这个忙我是爱莫能助了。那也不能所有的骏马都在路上吧？最近到港的货物品类众多，运力吃紧，确实一匹也调配不出来了。我知道李大使接的是个急差，就不要在我这儿浪费时间了。不过有件事儿，不妨告诉李大使。那荔枝园，我可以不收，但荔枝园欠的债，不能不还。我们胡人向来讲究有恩必报，有债必偿。这苑尾花开时借的钱，若是在花谢之前没还上，就可以剁了他的手。这岭南气候炎热，这些鸢尾长得不太好，怕是活不了几日了。杭州啊，这些荔枝园里的动人呢，这为我运荔枝还得出力，我能不能替他们讨个饶啊？没这么简单。我身为行首，自然要为胡商的利益着想。那就算我饶了他们，其他主事也不会答应。我可以做保人，6月之后他们一定会把钱还上，这行吗？你自己能不能活到6月，怕是都不知道吧？哎，那个杭州，你刚才说这个鸢尾花谢之前还钱，那这个鸢尾花它花要不谢，这钱是不是可以晚点还呢？那这个花能不能让我带回去侍弄啊？你觉得你能救活他？我能啊，我得看看。这花花草草啊，放到我手里边，它不能遭罪。我带回去试试。那要是死了呢？那任凭处置啊。那马的事儿能不能勾兑勾兑？我已经答应你一件事儿了，不要得寸进尺。送客。是。李大使，请。花儿我拿走了啊。这荔枝使也真是自不量力，都自身难保了，还要关心那些动人。我倒觉得此人不像义父所说的阴险狡诈，甚至有些傻，和别的大唐官员不太一样。大智若屈，大巧若拙，或许他装的呢。胡商有句谚语：骆驼用来运货，雄鹰用来飞翔。此人像是有点真才实学。若是有人尽心尽力帮他，这事未必不能成。行首这是心动了？不过是一桩生意，不能冲撞了义父的利益。这怎么还不吃不喝了呢？摆弄起花花草草就废寝忘食。吃什么呢？我就如这坛中的残花，挣扎求活。不是拿到资金准备实验了吗？节外生枝了。你说我自从当了这荔枝使，这长安不管，岭南不问。也就苏老跟阿童给我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，好不容易苏老要借我钱了，却被阿米塔抢了马，
这阿童吧，帮我采摘荔枝，却被阿米塔逼着还债。阿米塔，姐夫也为这个女的烦心。什么叫也？你认识他？不是我，是马桂云。马桂云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接近阿米塔。不跟你说这些了。刚才你说是阿米塔抢走了你的马，其实不是。我去过马场，我觉得是何有光授意阿米塔不给你马。那我就不明白了，你说他们容得下这岭南的奇珍外邦的异宝运往长安，怎么就容不下这小小的荔枝运往长安呢？奇珍异宝运到右相的面前，是这父女俩的机会；荔枝运到圣人的面前，是别人的机会。这父女俩在岭南吃惯了独食，不可能跟别人分享。我不懂那些弯弯绕绕，我也不懂人情世故，我就管我的差事。明天我就找何有光要马去。你去了也没用，他随便找个理由就给你打发了。那怎么办？那我没有马，我就做不了试验呢。那我到头来不还是死吗？小什么气？这不还有我呢吗？我是谁？我是马桂云呐。我在这里面一转环，就帮你搞定。哎，你还不信？过2天，我让阿米塔毕恭毕敬、一本正经、规规矩矩，几百匹马摆在你的面前，个个都是良驹。吃饭吧。归云兄，久等了。姑娘商会如此繁忙，能跟姑娘再次相叙，是马某的荣幸。等上片刻，又有何妨？姑娘，请。其实平日我不喜应酬的，除了接洽生意的酒席，我从不参加与商会无关的宴席。只是归云兄，你从长安远道而来。我若不亲自前来当面告知，怕你误会了我，不宜怠慢。感谢姑娘诚恳之言。今日我知道了姑娘的脾气秉性，往后也不会贸然相邀。今日相见，并不是想聊一些花前月下，只是想送给姑娘一个礼物。归云兄，不必如此破费。我想送给姑娘的是一个建议。听说那荔枝使正在寻找骏马，而市面上的骏马都被姑娘收入囊中。我的建议是给她。你今日前来，是想要做那荔枝使的说客？当然不是。我跟那荔枝使虽然都来自长安，但我们的使命不同。我听命于右相，又怎会给一个荔枝使当说客？我只是跟他住在同一间驿站，偶然间发现他正在计算岭南的账目。他就是一个荔枝使，还妄想查岭南的账目，这也太自不量力了吧！姑娘不要小看这个人，这样的人我在长安见多了。平日里人微言轻，手里握着一点小小的权力，便会变成恶犬。今日里，他去了码头数了数停靠的商船，又查了近几年岭南上交的税额。他是算科出身，不用怎么计算就会发现其中的问题。一旦被他抓住把柄，我相信姑娘也不想被这样的人攀咬上吧。那样的话只会因小失大。
你跟我说这些，是为了帮我？我奉右相之命来岭南督导，又受你义父热情款待，姑娘也不是外人，我自然不会视而不见。既然姑娘不喜应酬，那我不再叨扰。姑娘来之前，我已经点好了一些吃食，姑娘慢用。告辞。你我本该英雄惜英雄，但我们都是慧眼识佳人，你没有机会的。你有机会啊，你是有才啊，你还是有貌啊。啊，肤浅了。我再帮你一次，我帮你推波助澜。你啊，佳音，佳音啊！苏老。我虽在岭南的枝头，却红透了天。仙气儿飘到了长安，让人发癫。是谁为我磨破了鞋，终日奔波不得闲？只为讨个好果子吃，都想尝尝鲜。这一路山川湖海，我在梦里颠，听不完尔虞我诈，荒诞的周旋。我也想看红瓦金砖，繁华人世间，可我只看到一个男人整夜以泪洗面。一点点，一点点，一点点，一点点。我本岭南逍遥仙，只与天地共婵娟。众人追，梦无处眠，看情人间多。逍遥仙，青山绿枝荡秋千，一朝长安来相见，踏上这命运的巅。